20世纪印度摔跤手的关节耐用，几十年保持健康，握力胜过大多数男性。不依赖健身房和机器，而是一套名为 Pehlvani 的训练体系。40多岁男人训练刻苦，但更易受伤。佩赫尔瓦尼解决了这个问题。6个练习，配合印度狼牙棒、棍子、绳子，或者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印度深蹲或 Basic 看起来完全不像我们健身房里做的深蹲动作，身体略微前倾，手臂自然摆动，身体完全下蹲到底，就是说全蹲到底，脚跟离地，大腿远远超过平行线。摔跤手每天做500个这些动作，不是作为挑战，而是作为热身，这就是这对你的膝盖重要的原因。许多人深蹲只到平行地面，膝关节在平行位置，无法完成全范围活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关节会变得僵硬和紧绷，走楼梯时会感到疼痛。膝关节充分屈曲实际上有助于润滑关节，它将滑液、关节液注入软骨中，那是防止关节骨头直接摩擦的润滑液。而且软骨没有血液循环，它从液体中吸收养分，如果不进行深度动作，关节会缺乏营养。这可不只是理论，这就是基础的关节力学。这里也有一条件，髌腱是连接髌骨与胫骨的腱，只有在深屈膝时承受负荷，不完全的重复动作会使其变弱，且锻炼不够充分，韧带脆弱就容易断裂。强壮的肌腱让你到了65岁仍能稳稳站立，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。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当你下蹲时，将手臂向后摆动，同时让脚跟自然抬起。在底部达到全深度时，双臂向前摆动，臀部带动身体向上发力。它流畅有节奏感，是一个连贯的动作，而非机械性的重复动作。手臂摆动不是装饰，它会移动你的重心，使膝盖保持正确的运动轨迹，负重均衡稳定。很多人只蹲到膝盖平行，认为这样更安全，不是这样的。膝盖平行时，底部承受最大剪切力且缺乏肌肉支撑，完全下蹲实际上能够调动更多肌肉，减轻剪切力的作用，达到全深度才是关键。第二个错误是急于求成，节奏很重要，但快速而草率的动作只是失控的冲击负荷。找到一个你能够呼吸自如的节奏。如果你呼吸不过来，那说明动作太快了。每周锻炼3次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15次。在增加其他动作之前，先做到连续完成50个重复。你的膝盖在2周内会有明显的变化，不会感到疼痛，反而会变得更好。那就是关节终于得到了它一直缺少的东西。大多数40岁以上的男性至少有一只肩膀感觉不适，伴有响声、磨损声，用力后隐隐作痛，原因几乎总是相同的。多年来，肩膀一直在单一方向上训练，卧推、肩上推举、飞鸟夹胸肌，这些动作都是向前的，且动作幅度有限。肩袖肌腱被忽视，关节逐渐僵硬。印度式俯卧撑能有效缓解这个问题，它叫做印度俯卧撑 DAND， 能让你的肩膀做一个完整的弧形运动，这是任何标准俯卧撑变化都远远达不到的。方法是这样的：臀部抬高，手臂伸直，体重向后分配，开始下犬式。接着，你沿着一个弧线将胸部向地板降低，向前推进，最后推起至眼镜蛇式姿势，然后反方向回去。这是一种俯冲轰炸机式动作轨迹。弧线的每个部分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肩膀施加负荷。肩袖肌群、肩胛稳定肌和胸椎伸展一气呵成的动作。大多数人忽略了动作的反向过程。肩膀增强韧性的过程是通过弧线回环动作，而非单纯放低臀部。反向阶段对肩袖进行偏心负荷，肩袖由4块小肌肉组成，但大多数训练完全忽视这4块肌肉，它们使你的肩膀稳定地保持在关节窝内。旋转袖肌变弱时，关节会摩擦，发出声音，最终导致撕裂。印度俯卧撑 DAND 以全方位动作训练它们，在负重情况下完成整个弧线动作。反向阶段实现了直线推举多年未能达到的效果，这对胸椎也有好处。眼镜蛇式顶端的姿势会强迫你的上背部向后伸展。大多数40多岁的男人总是坐在椅子上看手机、握方向盘，身体都弯着、驼着背。这个伸展动作可以缓解你整天坐着时被压迫的椎间盘的压力，这是在动作顶端需要避免的错误。大多数人的下背部会塌陷成明显的弯曲，臀部肌肉完全放松，在顶端保持臀大肌发力，它保护腰椎部，确保肩部负载合理且正确。如果下背部剧烈疼痛，说明臀肌未用力，一挤疼痛就消失了。另一个错误是下落时肘部张得过宽，保持它们肘部向后贴近身体，而不是向两侧张开。肘部张开会使负荷从肩袖肌转移到肱二头肌腱上，这
这不是你在这个动作中想让关节承受压力的地方。每周进行3次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8到12次。下降时要慢一点，因为偏心阶段才是结缔组织力量真正增长的阶段。如果你长时间做推压动作，肩膀感到僵硬，这个方法会很快帮你改善。你的握力和手腕是薄弱环节，许多40多岁男性在撕裂前未察觉身体问题，原因很简单，现代训练动作沿直线进行，推、拉、蹲、屈伸动作，每个动作模式都是前后方向的移动。你的握力、手腕和肩膀实际上所需的旋转力量从未得到过训练。印度传统摔跤手用2种工具解决这个问题：印度健身球棒和权杖。印度棍是轻型木质棍子，形似保龄球瓶，绕肩部做圆周挥摆动作。Gada 是一种重型印度狼牙棒，具有长柄和加重球体，通常以弧线摆动。不同的工具，相同的原理。旋转负荷能够增强连接组织的强度，这是直线按压运动所无法达到的效果。旋转负荷增强结缔组织强度，手腕、肘部和肩部专为承受旋转设计，肘部和肩部被设计用来承受旋转运动。现代健身房缺乏锻炼，导致关节僵硬和肌肉紧绷，最终可能受伤。研究显示，握力与长寿有直接关系，随着年龄增长，降低受伤风险，促进整体关节健康。这不仅仅是新鲜事物，而是缺失的重要一环。这就是印度球棒的挥动方法，从小范围开始，做手臂的小圈圈，保持手腕放松，自然地让重量下垂牵引，逐渐做到完整的肩部绕环。木棍从你的肩膀后方摆动，绕过头部，再回到肩膀后方。关键是手腕要放松，如果你用力过猛，就会失去效果。发力的是动作的弧线，而不是握力的紧张。对于家庭中替代用具，轻锤只需握在柄的末端就可以了，一个水平也可以。关键是动作轨迹，而不是重量。锤子挥摆动作有所不同，你握住手柄的远端，偏心的重量迫使你的握力和整个核心在摆动过程中时刻保持稳定。头后进行的360度摆动动作听起来很极端，但实际上比将重杠铃压过头顶更安全，因为你的手腕可以自由地旋转。钢制狼牙棒售价普遍低于40美元，或者用大锤代替，原理相同。摆锤训练时常犯的错误是握得太紧，手腕应沿弧线旋转，否则动作会受限，容易拉伤前臂。放松双手，核心力量强，就是这个信号。每周3次，使用健身球棒，每个方向做2到3组，每组20圈。狼牙棒练习，每侧3组，每组10次。1个月内，你的手腕会感觉完全不同。做完这3个练习后，你的关节所得到的锻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训练计划1年的总量。关键在于旋转力、全方位运动和结缔组织的锻炼，效果逐步建立需几周，而非5次训练内。这正是这个 Rewire Body Blueprint 存在的原因。这是一个为期5周的项目，专为那些希望醒来时身体不僵硬，动作时关节无摩擦不适，并且真正感觉身体在配合自己而非作对的人设计。这是一个为40岁以上人群打造的5周课程，请点击下方链接。握力是衡量你40岁以后身体状况的最重要指标，不是卧推，也不是深蹲，唯有握力最关键。而且没有什么运动能像攀绳一样有效地锻炼握力，因为绳子不像任何机器那样会让你偷懒，你的双手撑住你，不让你倒在地上。绳索攀爬同时锻炼了手握力、背阔肌和肩部稳定肌群，这是任何背部下拉训练所无法比拟的。下拉训练器配有固定的杠杆，你的手腕不会旋转，握力也不会疲劳，机器会引导运动轨迹，一根绳子什么也不给你，每一寸都是拼出来的。由于攀爬时绳索略微旋转，你的前臂和手腕必须不断地进行稳定控制。这正是那种能够增加肌腱密度的负荷，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提供的。使用厚毛巾挂在引体向上杆上进行地板划船训练，握力要求相同。离心阶段是肌肉放松和降低的过程，此时肌腱力量增强，肩对张力下缓慢且受控的负荷有积极反应。快速的动作只能维持现状，缓慢下放能够增强新的体能。每次3至5次，每周3次，每次都要控制速度。这里的错误是动作太快，只为了显得厉害。如果能在3秒内慢慢下落，那就放慢到5秒。肌腱不在乎速度，它在乎受力时间。现在大多数男人从小就没做过这个动作，深度休息蹲姿。这不是一种锻炼动作中的深蹲，而是一种休息的姿势。双脚比臀部略宽一些，脚趾向外转约30度左右，完全蹲下去，然后保持不动，将呼吸引导至臀部，慢慢释放所有紧张。
那些每天采用这种姿势的文化，其下背痛和髋关节置换的发生率明显较低。这就是这个姿势中实际发生的变化。腰椎减轻了在长时间坐姿下被压缩的椎间盘压力，使其恢复空间。髋屈肌在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群中长期紧缩，需要拉长才能维持这个姿势。脚踝能够完全背伸，这是大多数人多年穿着高跟鞋后逐渐失去的活动范围。骶髂关节引发深层隐痛的关节受到牵引，该松的地方都会变松。人体结构就是为这种姿势而设计的，大多数西方成年人早已忘记了这点，错误在于抵抗它，目标是静养而不是忍受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借助门框保持平衡。如果你的脚踝太紧，可以把脚跟稍微垫高在一本书上，只需进入姿势并呼吸。每周3次，保持2到3个姿势，每个姿势维持60到90秒。每天累计深蹲5分钟，你的下背部肌肉会感觉更年轻、更灵活。6个动作，无器械，无需健身房会员，这就是完整的训练体系。下面介绍从星期1开始，每周训练3次的安排。印度是深蹲3组，每组15次，逐步增加到50次。印度俯卧撑3组，每组8到12次，动作下落要缓慢控制。印度健身球摆动，每个方向做2至3组，每组20圈，加打摆动，每侧10次，做3组，缓慢有节奏的进行。绳索攀爬或毛巾划船3到5次，缓慢下落。保持深蹲姿势，每次60到90秒，重复2到3次。40分钟内打造60岁仍能正常运作的身体，不只是42岁时的强壮。以这种方式训练的摔跤手不仅在巅峰时期强壮，他们几十年后依然行动自如。关键在于建立一个长期坚持的系统，而非6周速成计划。坚持练习30天，你的关节会感受到变化。现在点击这里观看视频，了解更多现代训练常忽视的古老力量方法，并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内容。